好，大家好，这里是激动音乐，我是马斯尔迪亚。那这期节目为你带来的呢是永诺的50毫米 f1.8 X 卡口的镜头啊。那首先呢，要夸一下这个永诺这次呢，终于把遮光罩做好了。这个太顺了，真的太顺了。之前呢都是要不就是太松，要不就是太紧啊，这个刚刚好，我终于解决了这个被诟病很多年的镜头盖问题，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也是永诺第一次在镜头上呢加入了一个 OLED 屏。这个是之前永诺镜头上都没有的。这个镜头呢，跟其他的永诺镜头呢，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啊。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它上边呢这里呢是有一个 Switch 开关的1和2啊。那在1的时候呢，正常的这个对焦环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光圈环。然后把它切到2的时候呢，并且把相机放到 MF 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对焦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支镜头我使用了大概大半个月之后的感受啊。这个镜头呢，它在富士 X 系列相机上呢，它的等效呢是75毫米。然后呢，富士的 XH2啊，这个相机呢就像素非常的高啊，大家都知道它有4000万像素，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它做成全画幅的话，像素可能要来到8000万到9000万之间，这个非常的丧心病狂了，你知道吗？非常高了这个像素，所以呢，能喂饱这个机身。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一说啊，这值得夸奖，真的是非常棒了啊！接着来讲这个镜头啊，那我建议你啊，是把它放到这个 SW 的这个2的形态，1的形态呢，就是你很容易啊，就是让这个光圈不小心变化，或者呢，你可以一直在那边转到 Auto 之后啊，你就可以通过机身来控制它的这个光圈了。然后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这个镜头我的一些使用的时候感觉的它的优势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这个镜头在做成这个样子之后呢，它是有1.8的大光圈，它的重量呢也非常的轻，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画质呢，主要是我觉得它画质非常不错啊。来看一下它的锐度表现啊。然后你看一下画面中的中心和边缘，我觉得它在中心边缘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尤其光圈在2.8以后，就是它的画质提升比较多啊，就完全可以满足4000万像素的 APS-C。那你可以看到视频中呢，它的这个51.8这个镜头，它的对焦的灵敏度非常的高，可以看到它的对焦从近到远一瞬间就能切换过来，所以说这个对焦速度呢，我觉得是非常快，而且呢，它的对焦的时候的这个马达呢是非常安静的，所以它不会产生任何噪音。拥有50 f1.8的夜间对焦能力了。现在呢，光圈是 f1.8，快门速度是25%/秒 ，ISO 来到了12800，也说这是一个相当暗的一个环境了。然后可以看一下，在不同焦点之间切换的这个流畅度，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讲一下这个镜头在我使用期间遇到的一些小问题。那么我们从视频中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镜头呢，它在对焦的时候，它在焦点切换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它呢是有一定的呼吸效应的，也就是从最近的警告牌到后边的山景啊，那这个距离呢，其实跨度非常的远。你可以看到这个呼吸效应边缘有一点，但我觉得不严重，还可以。色散呢只有一点点。那这个呢是光圈 f8 下边的展示，然后呢现在是 f5.6 的展示，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 f4 的展示。然后呢，我们放到 f2.8 的展示，然后呢，这是光圈全开的展示啊，已经过曝了，没有办法了，拉不回来了。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呢，无论是在光圈全开还是在光圈收缩的情况下，眩光问题呢都没有有效的解决。我觉得未来呢，如果镀膜上呢能有一个改进呢，这个镜头几乎就接近完美了。那我个人呢就是觉得对这个镜头呢真的是非常满意了，然后它的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好的，那非常感谢你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极端音乐，我是 Master Dia，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